早期种咖啡要躲躲藏藏，因为当时你种咖啡基本上会被附近的茶农笑掉大牙。那个时候呢，这边的一些传出来的这些声音，其实对我来讲都不是很友善。他们其实都会说，这个年轻人就是回来山上的原因，就是在台北待不下去了，混不下去了，没有能力，所以才会回来山上。And if you really wanna smile, I'll come on over in a while. I get you dizzy on the fizz. I think of everything there is. So don't be putting on the lights. We'll get the music playing all night long. Why don't you stick around a while? If you really wanna smile, and if you really wanna dance, oh, come on over, now's your chance. I get you swinging to the sounds. I get you grooving all around. So don't be kicking off your shoes. We'll get the music playing all night long. Why don't you stick around a while? If you really wanna smile, and all you gotta do is smile, baby, and take those blues away. Come on and make me smile, baby, and everything's okay. If all we do is smile, baby,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fine again. Smile, baby, for me. 金波卡巴在传达咖啡的时候，希望是一个追求顶尖卓越的一家咖啡店。那我认为一个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信任感要让消费者对你产生一些信任感的连结。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选材开始，我希望店里面不管摆多少支豆子，这些豆子都能够让消费者喝了之后就很清楚的知道风味不同。当初会想要当咖啡师，主要就是自己喝不到好喝的咖啡，或者说一开始外面有喝到满意的，但自己尝试煮之后却煮不出来。那这个过程其实很好玩。那好玩这件事情，即使到了现在都是很重要的做很多改变，做很多决定，常常都是因为觉得这样会很好玩然后支持我们继续去做。我花了5年的时间才拿到代表权，那过程当中你就会开始一届比一届还进步。等到我真的踏上世界舞台之后呢，我又发现大家对于所谓好喝的咖啡的认知和想象都不一样。你能够跟这些很厉害的咖啡师一起去比赛较劲的时候，受到的刺激其实很大。那这个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就是开始做出不同于以往台湾的各式各样咖啡店做的东西你开始有更宽阔的一个对咖啡的想象。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觉得非常有趣的。台湾大概在过去10几年的时候，精品咖啡刚萌芽，同时间便利商店他们也在推平价的咖啡。对精品咖啡的店来说没有太大的切入空间。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湾的精品咖啡店说是劣势也好啦，劣势就是我们的这种比较普罗大众的消费市场比较难切入。但是好的点在于说，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切入所谓追求极致的这条路线，然后这个区块，那我们也是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在做努力。这几年就发现台湾在咖啡的品质、种植的品质、处理的品质上面都有很长足的进步，所以我们越来越敢在店里面贩售台湾的咖啡豆给消费者去做品尝。以我对于咖啡店的定位来讲，就是希望客人来是真的喝到好喝的东西，然后愿意再回来。所以如果价格跟品质对不起来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很危险。早期我父亲其实是觉得务农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产业，所以他其实就让我去到台北去就学，那就读了，其实是没有毕业啦。那我也不太想要再回去读书了。刚好父亲这边的话呢，也急需要人手因为务农是比较劳动密集的一个产业，所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回来山上说就先忍耐一下哈。在2000年左右，我回来这边的时候，基本上是有点像地狱一样。那时候家里面只有2个产业，一个是茶叶，那另外一个是蝴蝶兰。这2项都是很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去种咖啡，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是白痴的行为。可是那时候听了就会很刺耳，就是很但是也没办法，就只能默默的承受。所以其实我大概在2000年回来的大概4、5年是很孤僻的一个年轻人。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完全在没有经验的状态下，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看书去揣摩，所以都是用手去剥皮啊、脱壳之类的。那接下来呢，我要烘焙了，我就拿一张铝箔纸，就放在那个烤肉网上面，然后呢抓了一把生豆，然后撒在上面，就用火烤，然后用筷子去翻。可是呢，因为火太大，那不好调整它的火候，所以呢，它很快就烤焦了。我就说哇，这个跟木炭一样，根本不能喝，也不能吃嘛。我们就想说来弄碎看看。可是呢，我们用手轻轻一捏的时候，它就碎掉了。我们就发现到咖啡豆的香气就从里面跑出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从最土法的方式，居然可以弄到有咖啡的香气。那是不是我再把这些制程啊、机器再去做研究、去加强，是不是可以弄出一杯好喝的咖啡？也试过什么炒菜锅啦、烤面包机啦、烤箱啊，然后那个炒茶叶的锅子，这些能烤的我全部都试过。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慢慢的去进化。那用到这个炒茶锅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这个我做咖啡在4、5年之后了。2007年办第1次的全国赛，我其实那个时候就鼓起勇气，就去拿了报名表，就报名了一支水洗的处理法去参赛。我就在那个评选当中就拿到了第1届的冠军，因为那个冠军
就让我之前的那些声音完全烟消云散了，也就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感。依台湾这些农业知识来讲，其实咖啡树就是一种水果。那水果在台湾种在什么地方最好？就是像清境、梨山这些。那水果是水分多、甜度高哦，然后够绵密哦、细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平均的均温是相当的大，这个温差就造就成这个咖啡囤积养分的这个能量就会很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地方也是刚好是下霜的临界点。相对的，这个就是种咖啡最好品质的地方。从大概2014、15年之后呢，其实我的重点就会放在品种的截取跟这个后置处理法的精进跟田间管理这一块。那我们现在其实有在跟一些实验室合作，所以呢，其实我们有做比较就是数据化的这个田间管理，像比如说土壤里面缺什么元素，我们就会释放什么肥料。From seed to cup 就是从种子到这个杯子啊，都需要去细关怀，才是一杯咖啡真的想要去做的东西。那你说烘豆师在这里面的角色，其实我一直常比拟成化妆师，一个彩妆师哦，一个主角看你要送到什么样的地方。假设我今天我是要把它送到大众的市场上面去，让80%、90%的人喝它，那我就会做出较深的轮廓。那当然，如果今天我要送到咖啡店、精品咖啡店，让客人坐下来慢慢品尝一杯咖啡，我就会比较描绘它细致的轮廓，甚至是由热到凉都享受不同的滋味。那烘豆师就是这个角色，帮豆子去做装材的一个技术人员，他送到什么地方，用不同的装材给予豆子。很多人都知道，咖啡要经过烘焙才能够让我们喝嘛。其实喝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它的风味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烘焙在这个作用里啊，从生豆转换成熟豆的过程中，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生豆没有烘不能喝嘛，可是我们在烘的过程中可以改变它的风味，甚至它的走向。它的本质不变，但是很细节、很细微的这种风味改变是从烘焙里面来的。烘焙有经过焦糖化反应啊、梅纳反应等等。都让咖啡产生出不同的花香啊、果香，甚至是更细微的、更细致的口感感受。几年前，我开始帮台湾咖啡豆开始在做烘焙评鉴，发现每一年送来的豆子一次比一次漂亮。我开玩笑跟塑胶料一样，就是每颗都很均匀，每颗都很漂亮，甚至是烘出来的风味一年比一年更好。甚至我今年喝到阿里山的咖啡豆，我为之惊艳，说哇哦！我们不要说跟这个国外并驾齐驱，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种状态，一直出现在台湾咖啡的身上。其实精品咖啡有分两款，那种精品咖啡馆跟精品咖啡豆的咖啡馆，有一些是专门就是做精品咖啡豆的。那其实会进来这边消费的客人，其实上你看看他们都是想要说，我想要喝到什么样产区的豆子。想想，如果你想要喝茶或是喝红酒，你会讲到产区，他一定是对它有特别的了解。何况是他们还会谈论品种，甚至谈论处理法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的。台湾的咖啡的精品咖啡的消费者，是对于品质其实上是重视的，而且是了解的。
得奖之后呢，我马上就跟我父亲建议说，现在这么多人要来参观，要来喝咖啡，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要弄一间咖啡厅，可以招待这些消费者、跟客户、跟朋友之外，你还可以卖你的茶叶。那我父亲当时是毫不犹豫的答应。哦，其实我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到可能我的眼神跟态度改变了。当时还有我的动力还很强劲，所以呢，我就愿意把我的产品带出去外面销售，开始要去学行销、包装、故事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段时间的重点都在这个地方，忽略了其实咖啡园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提升，哦。那我们这边有滤泡包哦，就是可以方便的冲煮方式。对，那它就是这一支的艺伎的，对对。那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我才恍然大悟，我原来一直停留在2007年的做法。水洗处理法不是只有那种水洗，还有很多种水洗，哦，那而且水洗之外，它有密处理跟日晒的制程，哦，要去做修正改变，或者是你的模式要不同。大家都在缓慢的进步的时候呢，你停在原地就是在退步。那采收到成品，因为中间有一些制程上的不同，水洗啊、密处理跟日晒，哦，所以呢，这个制程是有很大的不同。那水洗处理法的话呢，它就会呈现这个咖啡豆最基本的风味，哦，就是这个地方的产区风味。那密处理的话呢，它就会呈现这个产地风味的酸甜感，就是等于说它会加诸在这个产地风味里面，会多了一些像蜜饯、哦腌制物的味道。那日晒处理法的话呢，因为它连皮下去晒，它的时间很长，那里面的糖分因为在晒的过程中会发酵，那发酵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产生酒精，或者是一些醋。哦，一些水果发酵型的风味，所以其实这3个处理法在同一个品种来讲，就有截然不同的风味。我做咖啡已经21年，那其实是这几年才渐渐了解到咖啡豆的一些可能制作上的风味的走向。哦，因为我们以前是没有杯测的经验，那完全都是要靠比赛的这个结果去判定你的这个咖啡豆的方向，所以以前的比赛1年就是1次到2次，所以相对的以前我要进步1年只能进步1、2次而已，所以其实是非常缓慢的哦。在2016年之后呢，我考取了这个杯测师执照之后，那当然我就是会去从我的感官来去分辨这个咖啡豆的一个好坏，马上就用杯测就会决定我下一个批次该走什么方向，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去了解到哦，我们的这个处理法是否该修正。我们会从很多角度去评鉴这个咖啡。第一个就是香气，你就会感受到它风味，或者是质性、干净度、平衡感。其实有10个项目要去评鉴，我们一定要从全面的这个观点去判断这杯咖啡它的品种的优势还是劣势，然后呢，它的处理方式有没有发酵过头，或者是产生一些不好的风味，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做杯测的时候呢，你要去判定出来的味道。这几年我们会办很多的活动，对，像比如说咖啡的交流赛啊，或者是最近我们在办的这个后制邀请赛。那我们这些竞赛其实都会邀请外面店家的老板来当杯测师。那这些世界冠军，他一定不能丢他自己本身的招牌，所以他一定会选台湾这几个顶尖的咖啡庄园的豆子，然后去选择在他店里面去做贩售，然后面对世界的消费者。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就代表我们台湾的这个风味就会因为他们这些世界冠军的这个高度去推广到世界各地。但是我自己也知道，
他们的要求是相当的高，不是说随便种出在台湾的豆子就可以受到他们的青睐。这也就是我会希望我们阿里山这边的农民，每个都要有一点战斗性格，不要永远都是只有等补助啊，然后被动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产业。你必须要积极的去学习，你要多多参与这些教育训练的课程、评鉴、媒合活动，让你变成是一个经验很高的一个咖啡农。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可以面对这个市场的变化。咖啡大家会最容易诟病的是什么？就是公平交易这件事情，在国外都是一些压榨农民的事情一直在产生，所以才会有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个名词出现。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往往都是生意人的口号而已，而不会真正的落实。因为公平交易多出来的这些利润不会回馈到农民，反而是回到商人身上。可是，在台湾来讲，我们这些咖啡庄园基本上都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为主的。相对的，我们就不会有中间的剥削。那这样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可以进入咖啡市场最高顶端的那一个环节，就是真正落实公平交易的地方。我的目标就是把邹族带到世界咖啡的顶端。其实咖啡很多生产国都是在中美洲，都是原住民玛雅文化的人，可是他们永远都是被压榨的那一群。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原住民，也是少数民族，他人数很少，但是他可以站在这个世界咖啡的顶端。那这个样板价一产生之后，那可能他们在那边的回响，就是哇，那个没有原住民可以种咖啡种到世界知名，那我也是原住民，为什么我不可以？对，我们不能说永远都是弱势族群，因为我都自认为，咖啡在阿里山是一个很强势的产业，那就会让我们变成是一个强势的族群。Geisha 它代表高品质，跟高度的特殊风味。但是我在想的是，你一直去追求这个 Geisha 这个品种，也是永远都是跟在别人的脚步后面，所以我才会预先想到说，可不可以去培育出一支在台湾独特风味、代表台湾的品种。这样的话呢，才会真正落实台湾这个咖啡的这个本质。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一支台湾特殊品种的咖啡，它会被这些世界知名咖啡店家或者是一些比赛选手青睐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可能真正因为咖啡荣耀的时刻。